好的，吴桐校长，那就可以开始了，有请。好的，我们线上亲爱的爱健康家人们，全球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我特别的开心，也特别荣幸，能给我最尊敬、最喜欢的周周老师当主持人。来，我们先请周周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周周老师。好，谢谢周周老师。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吴桐，坐标安徽黄山。之前的我也是一名高中的英语老师，但是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决定辞职，走向创业之路。我赶上过母婴赛道的风口，结果一场疫情打回原点，转身做职业培训，靠着实干攒下口碑。可项目越多呀，心里就越慌，整宿睡不着，口腔溃疡也成了我的家常便饭。就在我最焦虑的时候，缘分呢让我遇见了爱健康，而这份缘分成了我父亲的救命稻草。当时医生说我爸必须做心脏支架手术，我呢在上海中山医院连同意书都签好了。术前一夜，我突然想起王教授的分享，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电话。王教授耐心告诉我可以试试。我也翻遍外网资料，确认了 NMN 对心脏的修复作用，也更认准了爱健康的权威认证和原料纯度。我顶着所有人太大胆的质疑，我带我爸妈回了家。大家知道吗？第一个月的我太难熬了，我爸妈一天打30多个电话给我，我咬着牙扛住压力。9个月后复查，医生笑着说：“不用做支架了，降压药也不用吃了。”所以不光是我爸，我的弟媳妇的激素脸好了，我妈的肺部不适减轻了，就是这份亲身见证的底气，让我开始了随缘分享。但那个时候的我没把爱健康当主业，直到周周老师的3个问题字字戳醒我啊！今年收入多少？明年能倍增吗？你有足够的时间陪孩子吗？就是这3句话点醒了浑浑噩噩的我，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今天来到巴米爱的朋友，真的和当初的我一样幸运。我们因健康富足相聚在这个充满能量的空间。那么今天的分享主题4大功夫决定成败，更是能直接指引我们事业方向的干货。而接下来即将为我们开启这堂大课的是一位我打心里敬佩的自带传奇色彩的重磅嘉宾，他就是周周老师。家人们知道吗？周周老师曾经在教育界大放异彩，他是百年名校的学科带头人，亲手带出过好几位省高考状元，圆了无数学子的升学梦。他深耕教研，执掌中程管理，硬是把学校的语文学科打造成了区域内响当当的金字招牌。更让人钦佩的是，这位在杏坛功成名就的名师，从来没停下突破自我的脚步，他毅然升起提前退休，化身迎春花园园主，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了诗意的模样。而现在的周周老师，更是咱们爱健康的500幸福长，化身创业教练，带着大家分享健康，实现梦想。他走过的路，就是我们可以复制的路。他总结的4大功夫，更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金钥匙。亲爱的家人们，我们究竟要练就哪4大功夫，才能完成人生蜕变，实现健康和财富的双丰收呢？接下来，让我们把满屏的鲜花、掌声和520刷到爆，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周周老师为我们传经送宝。现在我把麦交给周周老师，掌声有请。周老师，您请接麦。好的，好的，谢谢吴桐校长啊，也特别开心有这样一个机会在线上跟全球的家人们一起见面。那今天也是我们吴桐校长在系统课程的首秀，他现在是我们的非英的副教练，正在本月底冲刺100人幸福长，也即将成为我们黄山市的第1户100人团队长，祝福他。
那今天系统给到我的任务呢，是想让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经营爱健康事业的四大功夫。我先来共享一下屏幕，请吴桐老师稍事休息。好，大家能看到吗？可以回应我一下，谢谢。好的，啊。我们刚刚孟雨老师呢已经讲了组织行销的六大规律，那吴桐校长介绍了我呢完成了从教师到教练的一个蜕变，其实就是把握了组织行销的这些规律，而且慢慢的拥有了四大功夫，所以才能走向成功的路。那当然我也很希望啊，通过今天的课程能够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学习心得，也能给大家一些干货。我们能够一起悟到经营爱健康的一些心法和一些做法啊。首先，我们看成功的决定因素。那么一般来说是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法论。如果成功有三法的话，那什么又是成功呢？我想我们首先可以做一个定义哈，我把它定义为富有且快乐。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做爱健康讲的是我们的目标是身体健康、财富自由、灵魂兴盛，那我们就把它简单的归为富有且快乐，好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面其实它是包含着一整套的思维信念和我们的行动系统的，因为我们成功的三法是想法、心法和做法。这里边想法就是思维，而心法呢是属于信念体系，做法当然就是我们的行动了。那二者想法和做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你会觉得我讲的有些想法和心法呀，也许像是针对习惯和行为，不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但是你别忘了，我们的行动来自我们的感觉，而感觉来自想法。所以每一个致富的行动都来自一种致富的思考方式。那就像我们处理个人电脑一样，只要你先改变了你的程式设定，就能够跨出一个重要的一大步。为了讲清楚这个想法的重要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心想事成，对吧？大家常常侧重的是后半句，希望对方能够事成，但其实呢，这个成语的大智慧，它是只有心想才可能事成。这样的话，每个人的认知提升其实都有一个契机的。那我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啊，他第一次感受到心想事成的道理呢，是因为另一个经营之神叫松下幸之助他的一次演讲。因为这个演讲里边提到了一个叫水库式经营，特别的有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建水库的那种河流，如果有大雨啊，就会引发洪涝灾害。而要是连日干旱的话呢，河水就会枯竭了。所以说，你一定得建水库来蓄水，使水量保持一定的范围，这样的话就免受外界影响。那到了企业管理上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你在企业景气的时候，要为萧条期做好准备。当听松下先生讲这个的时候，那个满座的小企业主的会场一波一波的不满，他们都在说，哎，我们想听的是怎样建水库，而你现在只强调建水库的重要性，这有什么用呢？所以演讲结束的时候，甚至有的人直接站起来来质问说，怎么才能做到？如果不教我们具体的方法，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就像此时此刻，是不是也有伙伴在想啊？我想了解的是，怎么才能在爱健康赚到钱？老师不教我们具体的方法，说这些有什么用呢？那么当年松下先生他听后露出了一丝苦笑，他沉默片刻，好像是自言自语，他说：“那方法我也不知道，尽管不知道，但必须要建水库，你必须得这么想。”大家想象一下，当时全场一片哗然。
但是稻盛和夫他好像觉得全身像被电流穿过一样受到震动，因为稻盛和夫听懂了，他说你必须得这么想，传递了一个真理，就是首先要想，这个很重要。照水库的方法因人而异，不存在千篇一律的办法可教，但是得首先有造水库的强烈愿望，那么这种愿望它才能成为一切事情的开始。也就是心想事成包含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心不患物，物不至。所以应该说，愿望就好比是种子，它是一切的开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那种强烈的、非比寻常的心愿，才能催生出行动的力量，才能打破所谓的常识。那很多人呢，都把强烈的愿望看得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以为自己只要是只是不想。我要是想的话，随时都可以。事实上呢，如果持续的能够对某种事物表达就是有一种持续的热情，这本身其实它有点近乎是天赋的一个素质。想法一旦形成信念，就变成了心法。去年我们在公司4周年庆哈，夏威夷呀，这是前年了，24年哈，夏威夷的海风轻拂，我们大家坐在泳池边喝酒聊天。我们请行业大咖魏克的白总，当时他说，做爱健康99%是心法，如果你有1%的怀疑和不相信，就可能会击垮你。我当时听到这句话，也像稻盛和夫一样，全身有电流通过。因为心法就是我们的信念体系，它包括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你是积极呀，还是消极？对赚钱的行动是摇摆呢，还是坚定的？你对金钱的渴望是出于本能，还是基于信仰？甚至心法关乎的是我们的潜意识。那么，什么又是4大功夫？我们今天讲的4大功夫呢，我们的系统概括为了内功、外功、应功和神功。那我下面就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这3法指导下的4大功夫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学懂了4大功夫，怎么样让我们的事业能够更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看内功呢，就是思维和认知，对应的是我们刚刚讲的想法。而外功它指的是做法，它是借力和借势，我们所讲的牙签跳动地球。而应功包含的是专业技术技能这样的属于做法的系列，神功则是我们的意识和心念，就是所谓的心法。我知道呢，时间已经进行到了8点，那么此刻有一些伙伴应该是在上班的路上或者送孩子的路上，但是呢，我也来一个不能免俗的一个小的广告哈。今天的神功将是大家特别会有感觉的，因为这里是我下功夫备课的一个部分，所以欢迎大家听到最后。那我们的第一个功夫是神功。是内功，第一功夫。这个内功呢，刚才讲了，首先就是我们的思维和认知，是吧？我们的想法，那这是跟我们的内在的本源息息相关的。该如何知晓你内功如何？你的程序编码是成功了还是失败？很简单，你看结果就行了。刚才我们讲了什么是成功是富有并且快乐。如果你此刻是富有且快乐的，那你已经是上道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或者是你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那说明你的思维还有可以晋级的地方。那么如果关于财富和自由的一个想法，你已经产生了，这种想法就可能产生感觉。这个感觉就会催生行动，而行动必然产生结果。这个世界它就是因果相连的，富裕是一种结果，贫穷也是一种结果，而我们想健康，它更是一种结果。如果你想改变结果的话，你就必须得改变原因。所以我们伙伴们平常在行动权摸需求第一步干嘛呀？你要了解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无形的决定有形的，而内功是我们内心的风水。所以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的第一个想法，你有相信的力量吗？你
相不相信？我们一直在讲公司产品模式系统，那还有市场的红利期呀、时机点这些，你真的打内心里坚定吗？你有那么笃定吗？如果大家已经相信，可以在公屏回应我一下。那你可以问问你自己，你相信大健康是人人需要的吗？而且未来一定会有这个蓬勃发展的朝阳产业。你相信我们的公司是这个行业里的标杆吗？你相信我们的产品是整个价值体系最大最优的吗？那么预防医学大健康这个赛道里面，我们整体的价值已经是最大最优，你相信吗？你相信我们的产品有持续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吗？你就相信我们的制度是最人性化的，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吗？你相信我们的制度可以持续的倍增，有高效的收益吗？你相信我们自己在所在的团队和系统可以赋能和助力，可以孵化人才吗？你又相信你可以成为平凡生命中的伟大传奇吗？如果这一切像伙伴们打出来的一样，你都坚信并且实践了，那恭喜你，你已经开启了正确的这个事业的走向了这个事业的路径。那如果你还有某一方面有一点质疑，那怎么解决呢？深入学习，浸泡在系统里面，只有这个办法。它不是靠咱们猜，或者靠我们臆想的，或者是怎么样，一定是深入到这个系统里面，不断的去实践，不断的去见证啊。那么，当我们足够的这个信任的时候，你的爱健康事业就开始了。可是，我其实更希望大家相信的，就像吴桐校长这样，你足够的笃定，你要成为当地市场的诸侯、领袖、领导人。如果你有这份相信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拿到一个结果，因为很清醒的知道，能力决定的是我们的下限，而认知决定的是我们的上限。当我们讲到内功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想到，那如何修炼内功？除了浸泡系统之外，我们如何让自己有更加走向成功的一种内在的想法呢？所以我先想告诉大家，我们首先就是不要为我们的收入设限。而且你去区分一下，有钱人和常人想要富有的话，往往我们差别就在于赚钱的心态、想法不同。那有钱人的赚钱心态、想法，往往是根据结果来去拿报酬，而常人会选择根据时间拿报酬。我呢，前一阵子在系统中曾经给伙伴们解读过一本书，叫做《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那他这个教授成功学的这个20多年里边，他一直都坚信，对个人而讲，成功最紧要的、最优先的，就是要掌握一种有钱人的思维。有钱人的思维是一切的奠基那有钱人怎么想事呢？富人总是想着我要赢，而常人一般来说都是有点怕输，所以富人就会专注于机会，而常人专注于什么呀？障碍，就是觉得我有什么困难。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爱健康事业展示在一些人面前那有的人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反转人生的机会，是一个轻资产创业的可能，就像我们刚才的导师孟雨老师但是呢，还有一些人就会想，哎呦，我的身边没有这么高知的人群，他们消费不起太贵了，我又没有时间，我得上班每年我还得花$1800才能经营，这个不大可能。所以，当同一件事到了我们面前，富人的思维是看到成长的潜力，在这里我能拿到1000人的大将军，我能拿到那个结果，于是他就会马上的开始行动。因为行动永远比不行动好，是吧？你在行动当中，你就可能了解更多的知识，认识更多的人，甚至你发现意想不到的一些机会。但是我们还有那些人呢，可能看到的是赔钱的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观望，你一旦担心这个、抱怨那个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所以当面对这个半杯水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更能看出想法不同造成的结论不同。什么样的是半杯水的故事呢？就是说，有个杯子里边的水只有半杯，那它是半空的还是半满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富人跟常人跟普通人的思维不同了。那富人看到半杯水，他会想我再去找半杯水，而常人看到这个，他就会担心，哎呦，我这半杯水怎么可能会失去，是吧？那当富人关心他会有多少报酬的时候，我们常人往往会关心有多大的风险。所以一个人想要致富的话，就得转变这种心态，转念不可。那当一个人专注精力的时候，他的机会就怎么样？一定会更多，而专注风险就可能瞻前顾后，永远和致富擦肩而过了。所以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变得有财富、富有，并且快乐，可能你首先你打破自己思维的关于金钱的一些偏见和一些财富自由相对的那种固化的观念。那我们就像对电脑杀毒一样，让我们的思维纠偏。所以，首先你不能一直觉得我自己原来是对的，你不能够再坚持按照你原有的方式去做事，因为你原有的方式它造就了你现在的状况。甚至呢，你更不能去听那些这个没那么成功的，或者是呢，在这个领域当中他不是专家的朋友的了解。他因为你身边总会有一些人会来质疑你，对吗？当他们的质疑如果真的被你走心了，那坏了，那你要去听谁的一些建议呢？就是那些我们系统中的领袖们可能他们已经非常富有，可能他们已经带着几千人走上了富裕之路，听这些人的建议那看来听谁的建议完全由你自己决定。我们现在改变了赚钱的心态之后，你还要改变什么呢？就是赚钱的一个方式，赚钱的一个方式我们要改变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就是这个现实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拿固定工资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可能也都会习惯于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从小就接受了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得好好的上学，拿个好成绩，有个好工作，有个稳定的工作，这样的话你会过得很幸福可是呢，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按照工作时间拿报酬的话，收入也必然是有限，这就违反了致富的一个准则，就叫不要为收入设限。而我们那种稳定的薪水带来的安全感，它会妨害我们赚的更多。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不上线的情况下，就要把我们的工作按时间拿工资，转变为按工作成果拿稳定的回报。而按时间计酬很难致富，要是按成果来计算的话，那可能就能够拿到被动收入。也就是它是和主动收入相对应的，而且可能会拿到随着时间的增长，而你拿到的收入那种递增的，甚至是永续的收入，而这正是我们组织行销的行业价值。如果有人说我看懂了爱健康，一定他是看懂了这个收入的属性。那我想问问我们在线的伙伴们，那你有没有看懂？就是说，我们健康的这个收入，它是一个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呢？大家也可以去打一下字，看看我们赚钱的方式是不是有所改变。当你改变了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你就有可能获得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修炼内功刚刚讲了，必须要浸泡系统，是吧？那么在浸泡系统当中，你可能会有对历史趋势的把握，有对行业价值的认识，更有对我们平台系统的一个自我相信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过程呢，我们看一下哈，你如果想要提升你的认知，
做出一个正确的评估的话，一定是你看懂了一些趋势的。比方说大健康啊，这样的一个产业是趋势中的一个趋势，因为我们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时代到来了。是吧？那你如果能够对行业价值，刚才我们讲了，能够看到它是普通人翻转人生的一个机会，你就可能有一个创业定位，你就可能要定下一个实现财富自由、做到1000人的一个目标，你也有可能采取相应的一个行动。尤其是如果你对平台和系统有足够的相信的话，你就会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有一个更饱满的状态，你的能量层级也会提升。这个时候，你的内功自然就加强了啊。再比方说，我们的有一些人在听到这个NMN 的时候。在听到 NMN 的这个时候，那你就得要先告诉他，你就关于 NMN，你在内功上得有许多的确信啊。你怎么会确信 NMN 是我们的养生素的顶级和天花板级的呢？你一定是在系统的学习当中拥有了对 NMN 这个概念和原理的基本的了解，你也知道科学家们是怎么通过100多年的研究，从而使得这个 NMN 能够走进我们现在的普通百姓的认知。啊，那还有呢，像什么李嘉诚、巴菲特、潘石屹啊这样的一些大佬们，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并选择 NMN， 并且纷纷的投资这个市场？你也要知道，2020年我们中国的股票市场已经有了 NMN 的概念股，而且现在他说 NMN 未来会有1000亿市值，你也会知道，美国的宇航员用 NMN 来防辐射，是吧？甚至在我们的疫情期间，美国就有 NMN 的鸡尾酒疗法，甚至是现在2024年的6月那8月16号，在日本 NMN 已经作为功能性食品来广泛推广，而在现在的欧盟、加拿大、美国 NMN 作为一个养生素，普遍的向全民进行推广。伙伴们，当你有了这些认知和知识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内心中就会增加一份相信和笃定呢？所以，我们内功的修炼真的是离不开系统。那我们再来看外功是什么？外功是什么？外功呢，就是借力咯。借力的思维是外功的关键啊。那我们知道，爱健康借力使力不费力，因为这个行业组织行销它就是一个借力的事业，所以我们讲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想获得借力，想获得帮助的最好的方式，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是付出。是付出，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个系统创富的生意的时候，你却要反而懂得你自己施力才能借力。这不是一个人的生意，它是我们作为优势来合作的。我们每个人呢，必须有杠杆思维，才能够撬动我们身边的一个资源。那么，拥有这些杠杆思维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经营好行销人际生态圈。我们的生态圈中包括什么呢？我们的推荐人、我们的重要合伙人、我们的咨询线老师、其他的行业领袖、航线领导人，甚至是我们每一个团队伙伴。经常听到说，在健康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成长，是吧？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的感受就是，真的是情商高了，更加的会处理关系了那我们所要提供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去重视我们的成长，也就是去输出价值，滋养这个人脉。首先呢，我们如何对待我们的推荐人？这是我们似乎面临的，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大多数听到的就是我们感恩我们的推荐人，是不是？感恩我的贵人，大家听到最多的是这句话。但是真的在事实当中，很多人都只是感恩吗？因为推荐人是我们最亲近和最信赖和依赖的人，就像对父母。
我们平常是怎么样的呢？对他的要求和对他的期待特别的多，是吧？就像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特别希望父母妈妈给你更多的爱，而且推荐人还也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呀，他未必是我们的行业大领袖，能力又强，组织能力又强。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觉得，哎，我对推荐人有点不满足和不满意？啊，甚至还有的人会来抱怨说父母有点偏心，我的推荐人好像对我不够好。大家有没有？如果有，打一个数字一。那么我觉得都是正常的啊，因为推荐人呢，他是唯一性的，啊，他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也会受伤。我们怎么去对待他？我们知道，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他如果力所能及，他一定想最大化的帮你。大家认同吗？认同打数字二。但是他也需要你的滋养。孩子如果孝顺父母，那父母会最佳的欣慰，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感恩他，去鼓励他，给他一个成长的机会，给他成长的时间。如果你能充满感恩和包容的对待推荐人，跟他处好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神奇的动作出现了。这个动作就是你团队的伙伴开始复制你的动作。如果你今天停留在抱怨和挑剔你的推荐人，你会发现同样神奇的事情也会出现的。你的伙伴也会开始和挑剔你，去抱怨你，对你有各种意见。所以能量是会交流、会传递的，会去复制的。那么怎么对待你的推荐人，你的伙伴就会怎么对待你。就像我们怎么对待父母，而我们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我一样。但是要特别清晰的还有一点，推荐人不是你的父母，他不是这个母子关系、母女关系，他也不是上下级的关系。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合伙人。只有我们合作才能共赢的这个关系，这一点大家要更加清晰。所以，我们不能像小贝贝一样，只去请求推荐人对我们的包容，我们要彼此包容。好的，那外公的第二个点就是我们怎么去跟团队的领袖去合作。我们的团队领袖要做的，我给大家四个词啊，叫推崇、咨询、求助和合作啊。那推崇我们很好理解了，我在什么样的场合当中都能够真诚的去推崇你身边的旁支团队的伙伴，你的领导团，整个的一个创始团队。各种场合不是像课文一样哈，因为我听过有很多人在推崇的时候，就好像一二三四的说出来了。如果你推崇不到位，你那个沟通效果会大大受到影响。啊，如果推崇到位，那一定会是事半功倍。所以，你真正的了解你要推崇的这个老师吗？你有没有发现他身上的一些特质？他今天他的特质和你要链接的这个新朋友身上，他有什么共鸣？如果你打心里去钦佩和欣赏这位老师啊，那你就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去真正的去求教。啊，说起来呢，我的团队我特别感恩我的创始团队和我的百人幸福长领袖们，他们真的是极其的团结，互相的推崇。我们许多的场合都在推崇我们的曼青老师，说他是2家外贸公司的创始人，他是经营了这么好的外贸公司，可是他在做团队的时候，又能用同样的做一件事的态度来转移到爱健康，把爱健康做得有多好多好。他有多么的儒雅，多么的有风度，又多么的会借力系统，等等等等。我们彼此的欣赏和感恩，使我们的推崇非常的有力量。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向咨询线来咨询，这个时候就要说到一个点，叫主动。我们这个行业呀，它是组织这个叫做咨询线是生命线，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如果你一直是被动的，那你就吃不到奶了。在我的团队中啊，现在也在冲刺飞鹰的有一位牛牛主任
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建了社群才会我和这些人构成联系。但是牛牛主任他是少数的，主动的来加了我的微信，主动来向我寻求帮助，主动的跟我联系起来，主动的寻求合作。所以我就特别的关注他的团队，立刻马上就去他的区域帮他去做感恩晚宴。那然后呢，我们还有旁线的领导人就是其他团队的一些领导人。我们这个系统真的是很伟大，我们优秀的旁线的领导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滋养。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袁汉陈红团队、岳贝子毅团队，这个像齐凤Tina 团队、李冰建颖波波等等的团队，艾美辉等等，所有的这些旁线团队领导人都给过我的团队以指导、帮助和滋养。所以当我们虚心的去请教交流的话，我们去贡献别的团队，那我们就能够拿到一个通行证。因为一个团队领导人德行是一个团队的通行证。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无私的去贡献和付出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些领导人那样，你就会发现你的团队在这个团队里面将会是畅通无阻的，因为你贡献付出的同时一定会获得同样的回报的。那最后呢，我想说，对于那些行业大领袖，他们是立言立行的标杆和榜样。比方说瑞娜老师，每天在系统中陪伴着所有人。那我们这些领袖太多太多了。他们呢，现在仍然在一线打拼，不断的求索。这些人就值得我们去学习，值得我们追随，因为他就是一个标杆是在那里了，我们去学习就可以了。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头雁。大家认同的可以打数字3。大家是不是身边感受到有许多的榜样的力量在引领着我们呢？那么我们合作的最宝贵的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伙伴呢，是我们推荐出来，我们生养的那些孩子，是吧？我们对他们该怎么办？欣赏和激励，给他们无条件的爱，同样不陷入挑剔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在组织行销中有一句话叫做看人之大。每一个伙伴来了，不管他有没有行业经验，他是行业人士还是行业小白，但是你相信吗？他们身上都有闪光点，你都能发现对方的优点，用长板去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能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短板，我们的短板和长板可以互相去补位的那刚才我们讲了，如果一旦陷入抱怨，能量也会是传递的。而你发现了闪光点的时候，一个正向的推动也就将要形成了。所以对于团队的每一位伙伴，引领、欣赏和激励都是我们必须要做好的。那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去修炼内功的话，呢，就是要提供解决方案，能够重视各界资源的一个整合。我看一下时间好的。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比方说有一些老的直销平台在进行电商的转型，有一些老的电商平台，甚至一些上班族，他们都需要转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各个行业的一些特点。我们系统当中有一个特别好的材料，叫19个行业的一个特点我们如果真的知道了、了解了，你就能够去怎么样呢？就是发现他们每个平台擅长的，每个人所擅长的，然后把他们引入到我们的系统，提供我们系统能够给他的一个解决方案这样的话，把各界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所以说我们的外功呢是必须要去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做一个杂家。可能我们不是专家，我们成不了专家，但是呢，我们可以去杂家，能够了解各行各业各种人情世故，从而呢，你能够把我们对行业特点的把握，对
方的把握，了解摸透了，然后提供给对方一些思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吧？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整合各界的资源，为我所用了。那么我们修炼内功的最后一条，我想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如何的建立团队和系统。这个呢，善用工具呀，是最重要的。什么叫团队和系统？叫做流程、工具和人，也称之为团队。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掌握我们系统的这些工具？所有快速拿到结果的高手，你发现了吗？他们都是最会建立系统的人，最会了解系统工具的人啊。尤其是我们浸泡系统中，就可以知道很多领导人的成功的故事，也包括公司的一些资讯。比方说，现在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10135K 计划和旅游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借力的点，因为公司也属于系统的一个部分。在我们10135K 当中和旅游计划中有的伙伴说了，说我对旅游不感兴趣我不愿意旅游。尤其我不愿意坐飞机去那么远。那伙伴们觉得这个它是一个单纯的旅游吗？我们要去的是拿钱都买不来的一种体验，是一种行业里的荣誉，因为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结果。第二，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了温哥华，就像我们去过日本和去过这个美国一样，是吧？那我们首先去见人的，是去跟那么多旁线的团队的领导人、领袖们交流的。你马上就会发现，你见过世面，深入的走过公司之后，你回来之后那个感受完全不同。因为那么多优秀的人你见证过了，你讲的东西就会有说服力了，而且你去了之后。那样大的一个聚会，你就会带给我们巨大的一个能量。伙伴们有感觉吗？我们参加如果是一个几十人的聚会和一个上千人此刻这样的一个会场，我们的能量是不一样的。那你参加这种上千人的聚会，感受能量都不一样。你和那些近距离的在海外游当中接触科学家、接触我们团队的领导人们、创始人们和各行各业的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的能量是不是也不一样了？所以借力是我们外功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点，更加要借力我们整个的团队和系统。好的，那么进入到了第三个大功夫叫硬功。硬功，谈到硬功的话呢，那我们就要看一看专业技能，它仍然属于技法上的。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一句话，叫基本功才是硬功夫。我期待大家把这句话打在公屏区形成深刻的印象。基本功才是硬功夫。那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基本功需要有什么？我觉得至少有3大方面需要把握。一是你掌握趋势掌握一些趋势，拥有选择一个平台的观念。第二，你具备选择和评估的一个能力，指导别人选择评估的一些素质。第三，你能够在起步之初拥有你的基本功，并且在裂变311阶段也能够带来团队的裂变，这些都属于基本功那我的团队呢是有6边形战士的训练营的，就是我们新人起步训练。关于趋势和观念这一块，我们都掌握点什么呢？互联网与跨境电商，它现在是引领行业的趋势，也是最大的一个风口。那么大健康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这个行业和我们抗衰逆龄的赛道的选择，一定是今天的趋势和风口，你要非常的熟悉和了解。那还有组织行销的行业价值，它的收入属性，它的这个行业所能够带来的给普通人的人生和命运带来的这种翻转
啊。那还有呢，对于管道生意模式，它整个的演变和发展啊，包括我们组织行销的这个商业模式，整个的一个由太阳式到这个矩阵式到双轨，以及到我们今天的融合式等等的这种发展演变的过程。所以，关于我们整个的行业啊和我们的这个赛道，你是要有一个趋势的一个。从一个趋势的角度来去有趋势性思维的，那也包括预防医学、营养干预，它具有什么样的一种原理啊？我们营养素的层级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级别？而今天爱健康的产品与抗衰老的科技水平又达到了怎样领先的一个位置？这些的观念都是你要先有的一个基本功。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对于评估和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拥有一些基本的认知？比方说，组织行销、行业选择啊，它有7大要义，你能熟练的说出来吗？如果你掌握我们公司的4P，也就是关于公司产品模式和制度啊，以及系统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你是不是能够提供给对方？是不是能够提供给对方？所以我觉得行业选择的7大要义，组织行销啊，这个4大方面啊，我们公司的4个方面，这些都是你要掌握的一些功夫啊。尤其是我们新人起步的时候，你要具备我认为有以下3方面的基本功。新人起步啊，大家可以听好 AC 们。那你要有什么样的功夫呢？大家看，对于我们。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故事是我们的第一基本功因为我们是分享经济，你有体验式了，你才可能分享得出来。所以，我们过往的经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又能够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我对未来的一个信心。那讲生命故事呢，我们说是3-5-2的一个结构，30%是你的过去，你的过去有什么样的亮点，又有什么样的痛点，你是最清楚的，是不是？你的亮点和痛点要先呈现给对方，让大家来了解你。当然了，50%要讲的是我们在爱健康当中，今天我的成长收获和我的看见。那爱健康的价值点是在这个50%中蕴含的。那当然，你还要讲到你的定位，你是不是看好了这件事儿？然后你未来相信自己会拿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20%属于未来。所以，当你在你的故事中非常真实的、真诚的、有层次的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吸引跟你同频的人，跟你有相同亮点的人，有相同痛点的人，是不是这样？那新人的基本功最重要的就是熟练的掌握4P 了，也就是公司产品制度和系统。那这4个方面，我们大家得非常清晰、耳熟能详。但是，我想问问大家哈，你现在一说爱健康的产品，你是不是能够马上的说出来它的原材料的等级怎么回事，纯度如何？那它的出厂的工厂又是哪里？GMP 工厂与 GMP 工厂的差别是什么？那我们产品写在瓶身上的最后的功效以及最后的原理是什么？你能够信口就说出来吗？如果能够的话，那你就是专家，就了不起。第二，你能不能把我们的10项的认证和背书如数家珍的能够说出来？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产品背后的商业模式你会讲吗？那我们因为这些产品而产生的数以万计的见证，你身边伙伴的见证，产品的体验的结果，你会讲吗？我这里边要特别讲讲，就是关于模式和制度哈。
我们的很多伙伴是不是已经来系统来公司有半年、1年了？那有没有现在你制度还讲不清楚的？你敢不敢自我解剖一下哈？自我解剖一下，就打一个数字5，就是说，哎呦，这个制度我就是讲不明白、讲不清楚，或者甚至是呢，有的时候去找伙伴去这个想要找咨询线来跟伙伴沟通，说，哎呀，制度我还讲不清楚。有没有人愿意承认这一点？哇，这么多人承认了，你只在这个场合承认一下啊，伙伴们，下一次你在你的新朋友面前，千万别说“我讲不清楚”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忌讳啊。你说，你这样子说啊，你说我呢，请一位在这个行业中更有这个经验。而且是我的合伙人的一位老师来跟你深度的来剖析一下奖金制度，因为这个是我们成功的一个关键啊，因为制度呢是能够保障我们拿到结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我非常郑重其事的想要请你们2位有一个见面和深度沟通的机会。那但是呢，这个话呀，你不能总说，是不是？那下一次，你的朋友听懂了，回来了跟你来谈的时候，你是不是得跟他去探讨一下这个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今天其实我做了36年的老师哈，如果回头来要想让我来给你诊诊脉的话，说你都半年1年了还弄不懂制度是咋回事呢？你自己觉得是咋回事？我的诊脉的结果是，你没有把心思花到正地方。你没有做好准备，就说明你没有把真正的精力和心思放在该放的地方啊。那我们许多行业领袖在启动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说的是：我用半天的时间，我用3天的时间搞清楚了我们的模式和制度，我就睡不着觉了。是吧？然后我搞清楚，真正搞清楚之后，我就决定要干了。那么，其实还有很多行业小白，其实也是可以用1周或者是半个月。如果真的是沉浸式学习，我保证你绝对能够完整的掌握我们这个奖金制度，因为你咨询线的老师也会给你指导的，是不是？因为这些基本功，你用了多长时间去掌握，决定了你用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去拿结果，而你的速度越快，你拿结果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天下武功怎么样，唯快不破，快速的去学习，你的成绩复制的也就会特别的快，裂变也就快了，因为你的伙伴也会复制你的这个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们新人的基本功。第3个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的工具和流程，了解我们的工具和流程啊。因为我们熟悉完了4P 之后，你接下来你得知道520是什么，1314、311在做什么。我们系统的工作流程怎么样从一个小白成长为讲师，再成长为教练到行业领袖，大将军作战图是怎么样一步步开始的。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学习开始，达成你的一个认知。那最后我想说，这个硬功你有了专业度了，它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方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同，就是你在发功时候你的状态。这个状态里边，我有4个词给到大家，就是你要真诚、笃信、热情、喜悦。大家知道这些都是有能量的吗？比方说，今天你听邹邹老师在这里讲课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感受到我的真诚、我的笃信、我的喜悦？如果我是哭丧着脸没有笑容的、不喜悦的，那你的感受将如何？大家认同吗？那
你能够讲出你对这份事业的选择，你用热情去感染对方，这个才是你用功当中啊最后一个认同的制胜的一个关键。当然了，那还有一个功夫呢，是我给谁说的呢？是给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领袖也都在成长，我们的领袖在成长当中会把这个硬功夫练得更多。这些硬功夫还包括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目标和精力放在我们的伙伴身上，实现助人达己。这个过程中，帮伙伴谈人这个是前期我们都讲过的。那还有缔约谈，我们所谓的叫教练式启动。你如何去做13、14讲生命故事？如何能够挖掘对方的潜能，给到他解决方案，帮他设置目标？当你有了自己的团队的时候，你如何把8米爱推广开来，进行对整个团队的一个专业的带动？设计所有的站桩赋能那么设计自己团队的活动。而当你成为100人幸福长的时候，你又如何去进行团队的复制和裂变，去帮助你的雏鹰、飞鹰挑战者们能实现他们的目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311阶段才是我们领袖真正成长的一个过程。对领袖的这个标准可能就要高一点点了。那进入到这个时间了，我要来讲我今天特别想讲的神功。这个神功呢，我们看它包含了潜意识、心念、能量，也就是它是关乎心法的这一块。如果前面我们讲的硬功它里面很多的是知识的话，神功我个人的理解，它是做人，就是你的性格、你的思想、你的信念，它决定了你的成就有多高，它决定了你的功夫有多深。那你是谁？你如何思考？你的信念是什么？你有哪些习惯和特质？你对自己真正的感觉是什么？你如何与别人建立关系？你对别人的信任有多少？你真的觉得自己值得拥有财富吗？那么在这种恐惧、忧虑、挫折和种种不方便的情况下，你的行动能力又如何？你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有行动能力吗？甚至你能在动荡中保持情绪稳定，在选择中坚守人性之光吗？你能吗？如果你能，可以来认同自己，我对你表达钦佩。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斯图亚特·怀尔德，他曾经说过有一句话，他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提高你的能量，当你提高了能量，别人自然会被你吸引，一旦他们慕名而来，你就要他们付钱了。你看吸引力法则，美好吸引美好，成功带动成功。我们爱健康它是一个吸引的一个生意，是吧？那么这里我就要开始敲重点了。这句话是我要送给我们所有的线上的伙伴，以及我们云端的正在收看这堂课的伙伴，就是你永远会得到你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你嘴上说想要的东西。你永远会得到你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你嘴上说想要的东西。我刚刚开头呢，我就讲说我曾经从这个教师到教练的转变，是我读的书不一样了我开始读一些财商的书，所以我读了一本书叫《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是一本畅销书，也是一本长销书05年就引入到中文的世界了。那么一版再版，在这个投资理财排行榜上是非常靠前的。这个书的作者呢叫做哈维·艾克，他其实在他所培训的这些人当中，最重要的是
它让很多人真实的改变，真实的去赚到了钱，就像我们公司的培训系统一样啊。那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呢？我今天要拿来跟大家分享啊。我是为了说明这些不是我个人的，我没有这么深的一个道行，但是呢，这是真正的成功的人士带给我们的一个指导。他说，对于个人成功最紧要、最优先的是掌握有钱人的思维，有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有钱人的那种思维方式，它是一切的奠基。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嘴上所说的渴望的这种富有和财富的成就，有可能就是因为第一，你的潜意识里并不是真的想变得有钱。第二呢，你并不想付出应有的代价去创造财富。哎呀，这个实际上我看到这儿，我是有一点受到震撼的。因为他接下来他讲了一个想要是有3种层次的，我把这个呢做成了课件哈，打到了屏幕上，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第一种层次，他说我想要变得富有，这句话呀，换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钱掉到我头上，我会接受，因为只是想要，不会使你变得真有钱，真变得富有的啊。想要并不导向拥有这个结果，光想要是没有用的，它会导致你有更多的欲求，你会习惯性的想要的更多，让你陷入一个死胡同。财富不仅仅因为你想要就能达成，那么我们全世界这个几十亿人都想变成有钱人，但是真正成功的凤毛麟角，所以只是想是没用的。伙伴们，有点颠覆你的认知？你认同打一个数字6。就是我当初看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经常说想是重要的，是吧？但是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的刺激啊！他说，我想要变得富有，就相当于如果钱掉到我头上，我会接受啊。而第二种层次，他说，我选择变得富有。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决定要变成有钱人，选择是有很强的能量的。他呢会与这个负担起责任，为自己创造以实现价值就是来负责。因为选择这个词相当于一个决定，而决定的意思就是我去除了其他选项。我选择有主观性、有能动性、有责任感，这是已经相对好一点了，但这不是最好的层次。什么是最好的层次呢？第3个层次就是我致力于变得富有。这个致力就是我毫无保留的贡献我自己。伙伴们，这句话有感受吗？毫无保留的贡献自己4个字，你可以打到公屏。就是完全付出，献上你的一切，以达到我们想追求的成功、富有且快乐的一个状态。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和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个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付出我们该付出的时间我把它概括成，我说这是战士的方式，没有借口，没有如果，没有但战士，当然不许失败。这个方式很简单，说我会变得富有，而且我会尝试，那么到死为止，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说我致力于变得富有，你就拥有了能量，你就形成潜意识。那么试着对自己这么说一次，你去体会结果如何？大家可以试着对自己这么说一次，你大声的说：“我致力于要变得富有。”有些人，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变得有力量了呢？甚至你是不是有点害怕因为大部分人永远也不可能全心全力的致力于让自己变得富有。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曾经问过来他这里培训的那些人，他问他们说：“你愿不愿意用自己的性命打赌，
10年后你会变成有钱人，大家看看更多的人会怎么说？他不愿意，是不是？可能赌上命的话，不愿意。这样不能讲全力致力于变成有钱人，这样的话他就不会有钱，而且一辈子都不会了。而我们在爱健康，咱们是没有失败可言的，对吗？你想拿到什么样的结果，完全出自你的想法。你想，我只是做个随缘分享，我只是能够免费吃产品，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啊，你想呢？我只是拿在这里赚一个养家糊口的钱，我赚个万把块钱就满足了，你是一定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你想翻转人生，实现更大的人生价值，你想赢一次，那你就要像刚才这样去想、去致力于。而且我再教你一招，这招呢，也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学习的结果。这招就叫做要将你要实现的那个理想，以彩色的形式在头脑中呈现。这个我是在另一本书稻盛和夫的活法中看到的，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就是你始终对一件事情饱含着热情，而且持续的、透彻的思考那件事的时候，你很可能在那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已经看见了它的结果。而最为极佳的状态，就是你眼前是梦想实现的样子，异常鲜明。而且那个细节和画面甚至是彩色的，你梦想实现的样子异常鲜明，细节和画面是彩色的。是因为当时我在看的时候，就是稻盛和夫呢，当初他在京瓷研发产品，就是不仅要符合客户的要求，还得符合自己脑海中的想象。那有一个这个研究员他带着他的团队研究了已经好几个月，带着这种艰辛，带着一个他能开发出来的符合客户要求的陶瓷产品，请这个稻盛和夫来审查。可是稻盛和夫只看了一眼，说不行，不行。这个研究员非常的不服气，他说哪里不行啊？就是明明所有的性能都满足了。那么稻盛和夫说这个颜色太暗淡了，所以对方很气愤，他说哎呀，你也是技术出身，什么颜色不好？你不讲这种带情绪的话，是不是？这是坏品，你给我一个科学的、合理的评价。是稻盛和夫坚持说他不是自己脑海中见到的样子，你必须得重做，你一定要做出非常理想的产品。所以呢，京瓷最后会以会划破手的产品来著称。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会划破手？它的含义是说，这个产品特别的易碎，而且是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无可挑剔。所以你让人都是手摸它，你会觉得破坏了它，你会觉得它会划破你的手。这个产品就是稻盛和夫这样的人想象出来的完美的样子。其实都能达到。讲到这儿呢，我要告诉大家最后的一件让人觉得不那么愉快的事儿。致富这件事儿，它不会像去公园散步那么容易。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它很简单，那么除非你特别幸运，你在健康一人得天下，你一下子就找到了一个优秀的人，可能。那否则的话，你想变成有钱人，你需要专注、勇气、知识、专业100%的努力，永不放弃的一个态度。当然，就是你要具备一个有钱人的脑袋，你有你的思维方式，甚至你的内心深处，你相信你有自己创造财富、拥有更完美和有价值人生的能力，你配得拥有快乐和幸福。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的、真正的这么想，你做不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功。那么，当从一个人真正的把自己投入的那一刻上帝的这个上帝的旨意，他会来配合你的动作的。从那个决定开始，一连串的事件就会启动了，各种不同的无法预见的事件、人际聚合、物质援助会接踵而来。那
它会以一种你没有想过的方式汇聚而来，系统的来协助你。所以换句话说，宇宙会帮助你、引导你、支持你，甚至为你创造奇迹。首先你自己必须投入，因为你会吸引来跟你相同的人。那么在这里我还要讲一条，就是潜意识的这个活动呢，我们前面讲了很多，我还要跟大家讲确定目标。确定目标，你大声的来宣告，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事业里面，确切来讲啊，这个有的时候打鸡血的这个动作也是需要做的，因为我们喊出目标，不一定啊、是说就他一定会，就你喊出这个目标，它不一定是你一定能做到的，它一定是能激发你更多潜能和能力的，它一定是你跳一跳就能够努力一下就能够够得着的，能够追得到的结果。所以目标对我们这个行业和行业啊是太重要了啊。在我的团队当中，就是刚才的主持人吴彤校长，他的旗下出现了一个飞鹰速度，一个标杆。就是一个小伙伴呢，晶晶啊，在10天内完成了 K 计划的10个种子。好玩的是，在12月10号的时候，他还是懵懵懂懂的，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当天我跟他进行了一个通话，而12月16号，那么当他的推荐人啊，秋秋老师。有了一个飞鹰行动的具体症状发出了，说他要实现自己的100人目标。小伙伴这个晶晶立刻就有了自己的目标，他说好，那我要为了团队支持我的植根种子，而神奇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在短短的10天，他们就做到了。所以你看，目标它是一个强心剂，是吧？那在我的团队当中，现在来冲刺100人的慧莲老师、哈徐霞老师，我都看到了神奇的，在他们的身上出现了一个反应，哈，就是让他们变得跟原来是那么的不一样，变得那么的闪闪发光。这只是一个小目标，一旦你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呢，那么我看到过一个课程培训讲师，就是他的财产净值在4年之内，从25万美金的年收入跃升到6亿美元。15万到了6亿，有人问起他这个成功的秘诀，他说的就是我打在屏幕上这句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这句话，是说从我开始把想法变大的那一刻，一切都在改变了。那么我们现代最伟大的发明家和哲学家之一哈，这个富勒他也说，生活的目的就是我们是为我们这个时代和后代增添价值。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快乐会来自于你发挥你的天赋价值。你的人生使命之一就是你尽可能为更多的人分享你的天赋和价值。意思就是说，你得玩个大的。我们说企业家，他就是能够帮人解决问题的，同时可以赚大钱的那种人。注意哦，我说的是解决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解决社会问题，就能够实现你的价值啊。那么课讲到这里呢，我觉得快要结束了哈。我想跟大家在最后开个处方啊，为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生具足、圆满丰盛的，那只差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想法啊。当我们去探讨如何变得富有并快乐的时候，走向成功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心灵的运作的方式。我们心灵的运作方式，前面我讲了啊，它先有想法。因为心灵就像一个档案柜，你会把所有的接收到的资讯贴上一个标签，分别把它放在不同的档案夹里，这个时候方便你来取用，也帮助你来解决问题，渡过难关。那你注意到了吗？我说的不是发财，我说的是解决问题。许多情况下，你会到心灵的档案夹里边去读取资料，来去决定如何应对眼前的一个状况。那譬如说你在考虑要不要我一个有钱有赚钱的机会的时候，要去好好做爱健康，会在你心灵当中去寻找那些听了
钱价值的这样的一种标签，然后你再用这个资料去决定你怎么做。所以你的心灵档案可以有哪些呢？我选了12个标签送给大家，那大家可以快速的记录哈，然后把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打在对话框中。那么这些呢，就是第一，你听不懂不要紧听不懂不要紧，你可以自己再去思考。第一叫做销售和宣传自己，第二不逃避问题，第三谦虚不断的学习，第四两个都要，就是鱼和熊掌，我有兼得思维。成年人的世界不选择，我既要的时候我还想要，这样的话可能结果就不一样，是一个叠加的关系，不是一个选择关系这个第几了？第7哈，叫战胜恐惧，这个是我唯一想讲的一个点。很多人觉得我们能做成事儿的人，是因为他不恐惧，他没有遇到困难，没有疑虑那其实不是的，你所经历的一切，那些成功的人他一定也经历过，只是你一旦有了恐惧、怀疑和忧虑的时候，普通人他就妨碍自己的行动了。而我们要练习着如何带着心中的恐惧、怀疑、担忧、不确定和不舒服，仍然采取行动。这是我所说的战胜恐惧的一个含义。还有第6条第6条叫避轻就重。哎呀，我这个文科生不会数数哈，我刚才讲的一共是6条哈，在这个屏幕上，这里边囊括了想法、做法，里面也有心法是我们给我们的心灵档案所贴的标签。好的，那么呢，后面我再给大家最后的6条这6条呢叫全力以赴，不抱怨，谦虚不断学习，保持专注，欣赏祝福，结交高人。哎呦，这里边重复了一个谦虚不断学习，重复了一个哈。那这里边你可以把它改成要私利他这个是我课件做的时候出了小问题，私利他。欣赏祝福呢，所有人，有钱人、没钱人，你遇到的所有人，这个时候你的能量也是高的。而结交高人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个想法和观点。好，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剩下几句话了。那么就是呢，我们2年前有一个特别火爆的电影叫《麻辣滚烫》，是吧？当时热辣滚烫当时的这个拳击手呢，在最后的一场比赛当中，他并没有赢，但是呢，他告诉他自己，他说我赢了，我赢了我过往的人生，对得起这1年多的时间我做出的努力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有没有赢过一次？你有没有真正的努力打拼过一次？那么我们向自己的内心发问的时候，伙伴们会发现，总有一束光，它会照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相信我们自己也可以走向成功所以我祝福各位2026年拥有热辣滚烫的人生，你将富有且快乐，你将走向成功。谢谢大家，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有请吴桐校长。好，非常感恩周周老师的精彩分享，真的听得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啊！周老师呢，今天为我们拆解了4大功夫：内功、外功、硬功、神功，句句都是干货，字字都是精髓。只要我们吃透悟透，做实做细，就一定能在这个行业里闯出一片天，做到出类拔萃。内功是心里的那份笃定。我们相信的力量，要知道能力决定我们的下限，而认知才真正决定我们的上限。外功是借力的智慧，借力使力不费力。咱们燕子哥系统的强大底蕴，各位老师们打磨的经典课程，全都是我们可以随时调用的宝藏。而硬功呢，是扎根的底气。
我们专业的技能、工作流程、生命故事4P价值缺一不可。而神功是破局的魄力。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是否真的相信自己？你有没有全力以赴的决心？最后，就让我们用邹老师今天分享的2句金句结束今天的课程。你永远会得到你潜意识里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你嘴上所想要的东西。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全力以赴，顶峰相见。谢谢邹老师今天的讲解，谢谢线上的每一位家人伙伴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了。